哎 ，Jeremy， 你知道吗？卵巢癌是新加坡女性第6大的常见癌症啊。我知道，而且每一年有350个新病例。好，那为了我们身旁的女性朋友们，以及呢，妈妈、姐妹们，还有老婆们呐。哎，等一下，老婆们，你有几个老婆啊？一个啦，我是说为了身旁女性朋友们的健康。这一集来聊聊卵巢癌。没错，在本地呢，51%的卵巢癌被诊断出来，已经是第3、第4期了。为什么？是，那有人说呢，吃避孕药和生小孩可以降低罹患卵巢癌的风险，是真的吗？中医师也会介绍一道活血化瘀又养颜的食疗，就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哎，我听说女性的皮肤啊、身材啊、脂肪啊、月经啊、生育啊，都是在这个卵巢的管辖范围。啊，也管太多了吧？如果她生病，就大事不妙喽。所以话不多说，马上请出我们2位漂亮妈妈，好，粉玲姐还有淑芳姐，以及肿瘤内科专科黄醒荣医生，欢迎3位，欢迎有请3位来到我们现场哈。来，哇，今天这个穿着非常的搭配，哇，好像一个团体这样。当然，来，请坐哈。首先问2位了，好不好？嘉宾哈，请问你们对你们自己的卵巢有多了解？哎，应该是非常的满意的。了解。OK， 我们知道卵巢就是在那个子宫的左右边嘛，当然对，2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就是制造还有储存你的那个卵子的地方。 OK， 对，我觉得这个卵巢对我们来说，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没有了卵巢的话，就是更年期了。女性没有卵巢就进入更年期，是真的吗？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是失去了卵巢的这个分泌功能或者排卵的功能，不过这卵巢其实还在的。换句话说，随着时间，它有癌变的这个可能性，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。OK， 那卵巢到底有什么功能呢？我们看一下子宫的一个模型，子宫真正的大小呢，就大概是这个大小，这个是子宫，是，这是这是子宫颈，对，子宫颈就连接阴道，是，那这2侧呢就是输卵管，就在输卵管的另外一端呢，就是这个卵巢的所在，对，它大概是3公分左右，其实不大了，一点点，对，就好像一颗橄榄的这样的大小，是。那卵巢呢有2大功能，那首先呢就是排卵啊，第二呢就是分泌雌激素，雌激素非常重要，就是对性功能有一定的影响，而且它对我们第2性特征的那个发育是非常重要的啊。什么是第2性特征啊？在青春期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激素的分泌，就会提其他的特性，比如说女性呢，她嗓子可能会比较细润，胸部这边会隆起，它可能这个皮下的这个脂肪累积的比较多，或臀部比较大，整体来说体态就比较丰满一点，哎，那你刚才有提到说是能够帮助性功能啊，是怎么说嘞？性功能指的就是性欲啊、性反应啊或者高潮，对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激素的话，就会影响到这些功能。OK， 了解。那其实这个卵巢癌它又是怎么发生啊？卵巢癌一般指的是卵巢的原发癌，95%的都是这种表皮性细胞所形成的瘤，比较罕见的呢就是生殖细胞癌变，它就变成一种胚细胞瘤，对，比较少见。OK， 更少见的呢就是那些辅助细胞癌变，这个叫做性所间质瘤。达不到1%。OK， 所以多数癌细胞都还是在表皮上面了哈。是的，那这个卵巢癌对女性很重要哈，所以我们玩一个迷思小游戏，好，问几道问题啊，你们只要回答真还是假就可以了哈。那你呢？我要玩吗？当然了，没有卵巢我有鸟巢可以吗？所以也要啦。要，对啊，如果答错一个鸟巢就踢掉了。OK， 来，好来，准备好。 OK。吃避孕药可以降低患上卵巢癌的风险，是真还是假？降低呀。好，真假假。我好像有听说过，吃避孕药可以降低哈。对。OK， 那淑芳姐嘞？我就觉得吃药不好啊，所以应该没有办法，吃多了一定会出现状况，对，应该是假的。哦，对，好，那我们请黄医生来解答哈，答案是对还是错呢？是对的，所以粉晶答对。可以降低啊，可以降低啊，对，为什么嘞？卵巢癌的形成呢，是因为这个卵巢在经期的时候排卵，
分泌的那个雌激素，使到它有高高低低的这个刺激，才会导致的。所以在服避孕药的时候，一个女性一生中的这个经期的次数少了，所以这个激素的波动也比较少，所以就风险比较降低。OK， 第2题哈，好，那如果患过乳癌，得到卵巢癌的几率更高，是真还是假？真。好，3位都真。好，你对先讲为什么？因为它很像大 MRT 嘛。如果 cancer 在无人，对不对？它可能会去到好，东巴，下一位来，会去到竹笼嘞。来，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道理。你的血液里头已经有了那个癌细胞癌细胞，它会所以它可能会跑到别的地方。对，对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好，那黄医生，请揭晓答案，答案是真还是假？是真的，不过他们的解释都错了，都错了。对，你说身体里头有癌细胞到别处去，那个是转移癌，转移不一样。所以对，有一些遗传的基因呢，会导致乳腺癌，也可能导致卵巢癌，是跟遗传有关。对对 OK， 好，那第3题，好，生小孩可以降低患上卵巢癌的风险，真还是假？真。怎么说呢？来，生小孩的时候，我们的妇产科医生讲的。哦，有听过我记得他有听过哈。对，对，我好像也听过也是有。像喂奶一样吗？ OK， 那你也是听过，我没有去妇产科不过该用的东西你用它就没错，就没事，常用就没事。对，常用就没事。 OK， 来，黄医生，请揭晓答案。是真的会降低这个风险。原因是因为孕妇呢，她经期就停了。对，那如果生育过后还哺乳的话，那她的经期也没有这么快又重新开始，所以这患癌的概率也相对比较少，生越比较低，生越多就越好。可以这么说。好多生孩子。第4题，腹部呢持续胀气啊，有可能是卵巢癌的症状，真还是假？腹部来，腹部胀气，我觉得真对了我在的，想因为说可能我的朋友就是这样子，他就胀胀气气，然后他就去看医生，然后真的就是卵巢癌，卵巢癌而且就已经是末期了。啊，哟，那黄医生，答案是对哦，答对。好哇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胀气呢？卵巢癌跟胀气什么关系？很多时候，这个卵巢癌被诊断出的时候已经转移了，转移到腹膜，所以就引起腹水啊，而且它在腹膜上长的时候，就影响到肠胃的蠕动啊，所以就有腹胀的这个问题呢，就是卵巢癌症状最常见的。了解。最后一题啊，我觉得也是最难哈。食用爽身粉可能会提高患上卵巢癌的风险，真还是假？请举牌。哎呀，我放假哎，随便两个假真的，为什么我给这一题为什么假放真啊对，哎，不行，你看因为我们人的身体可以放很多东西，爽身粉啊、油啊这种，如果放什么东西都会影响的话，哎，那个真的很 fragile 了 OK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不想自己吓自己啊，我想撒粉在自己的身上。所以就你常就放吗到现在我常放，哎呦就每一次洗澡都会啊放，基本上到现在还好好的，应该就 OK，这是没假事啦。是我听说过爽身粉好像有一些什么样的不是很好的结果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啦。我猜可能就真的。好的，来，我们有请黄医生，请解答。真的有这个可能，哇，5题全对哎。这个可能啊，因为爽身粉传统呢，它里头是有我们叫做化石肽。啊，哇，对，如果撒在下身的话，那些爽身粉可能会通过阴道进入子宫，那随着对输卵管就到达了卵巢，就沉淀在卵巢的表面那里。长期的刺激呢，可能会造成癌变。哦，OK，好。不过在这边也是要恭喜粉英姐姐，哇，厉害，哇，厉害！全对啊。所以广告过后呢，我们会有中医师来加入讨论。是我们稍后见。好，欢迎仲医师哦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啊，欢迎欢迎。谢谢。哎，那在中医是怎样看卵巢癌的？卵巢癌中医叫真假，所谓的真假就是藏在那个腹腔里的包块儿。那这个包块儿呢，就长到女子泡上。哦别人的卵巢在中医也叫女子泡。 ，OK，是这样。真假呢，触诊的时候如果很硬不移动的，就是真；如果移动的就是假，就笼统的这样称了。因为在中医学说呢，这个病的产生是跟3个脏器密切关系。第一个就是肝脏，还有肾脏，还有脾脏。为什么呢？肝中医认为是肝藏血，主输血；
肝的疏泄功能，就让月经呢按时的来。所以精神压力或过劳，就过度劳累啊，昼夜颠倒伤了你的肝，就造成肝郁气滞，就是肝的疏泄功能没有了，荷尔蒙就会失调，同时呢造成气滞血瘀。那个血呢就会停留在卵巢里面，是，就会诱发产生这个卵巢癌。 OK，那么另外呢，就是脾为后天之本，脾呢是血的生化之源，气血生化之源，它决定这个月经量。对，但如果我们在后天呢暴饮暴食，或者你节食，就造成脾的运化失调，体内里产生很多湿气。这个痰湿呢，阻滞了气机，也阻滞了卵巢的功能，所以也会诱发这个卵巢癌。 OK，那么另外跟先天有关，就跟基因有关，就是肾主藏精，当天癸少的时候，里面的荷尔蒙就开始越来越不平衡。那么这个卵巢拿不到营养，它就会增生，这个也会诱发这个卵巢癌。是，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医认为湿热下注会引起这个卵巢癌。我们从外面接触到那些细菌、病毒都算。那么另外中医还强调，就是说你的生殖道如果感染，就长期有阴道炎啊、子宫颈炎，对，这些细菌也会跑到我们的影响到卵巢里面，也会诱发那个卵巢癌。OK，不过我想要问一下黄医生，就是说有没有什么病症啊？因为很多人发现的时候都是晚期的嘛，对吧？最常见的症状就是腹胀了，或者如果它转移到肺膜，那是胸腔积液，不是腹水，那呼吸就困难了，因为压到肺。比较局部的那些症状，当然也有可能，不过比较少见。比如说那个肿瘤压到膀胱，就感觉到小便的时候很急啊，尿频啊，或者如果压到直肠的话，就有便秘的问题，小腹会疼痛，或者更年期后的女性。那突然间这个阴道又出血了，就知道健康可能出了问题。OK，还有一些我们叫做副肿瘤综合症，就是这个肿瘤分泌的一些有毒物质呢，造成身体其他部位出现一些怪怪的症状，有些时候是后脑退化或者神经病变。皮肤出现疹啊、斑啊，或者肌肉开始发炎，静脉血栓形成，这些都可能，不过相对少见。那你刚刚提到说被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属于晚期，那为什么呢？初期是没有症状的吗？没有，因为这个卵巢它很小，那盆腔的空间很大，所以它长的时候没有影响到其他内脏的功能，所以发现的时候已经很晚。OK，那钟医师有没有比较深刻的病例？我在临床上就看到这样的病人，就是长期消化不良，大概有1年的病史。看过西医，也看过中医。他说在近3个月越来越糟糕，病人的疼痛就固定在一个位置。这样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腹部检查，清压时就是发现腹部有包块。我追问他，你以前做过胃镜吗？他说做过，胃镜、大肠镜都做，那肯定不在消化道，那就在腹腔。但是女性嘛，我们首先想到妇科，所以我就给他转诊，妇科那边就发现了是疝气，到现在通过那个西医的治疗和中药的调理还不错啊。所以真的是要及早发现哈，及早治疗哈。对，是这样。那有哪些风险因素？年龄就是其中一个风险因素，高危年龄就大概50岁到69、70岁左右。不过这个指的是一般的那个表皮性细胞癌。如果是那种生殖细胞癌呢，可能在很年轻的女性身上出现。我有几个病人呢，他还是在校的学生哦，就10来岁就已经有这种比较特别的卵巢癌。那还有没有跟遗传有关？有啊。BRCA 的这个遗传，对，所以乳腺癌的患者呢，日后患卵巢癌的概率都是比一般人来的高的。是，当然除了 BRCA， 还有其他的一些基因，有一种我们英文叫做 Lynch syndrome， 是同时能够导致结直肠癌和卵巢癌。其他的一些因素呢，就跟经期和这个雌激素有关系了。那经期就是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来初潮了，或者绝经年龄很大。就是经期越多，激素的高低起伏的刺激就越多，所以他就患卵巢癌的可能性就越高。刚才我们也提到生育能够
降低风险，对吗？那相反的，如果不育的话，就变成一个提高成为一个风险因素了。那如果说你真的是检查到说有这个问题，目前来说有什么治疗的方法？胚细胞瘤就算是第4分期已经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，也有完全根治的可能性。我们在临床常用的呢，就是大黄蛰虫丸，还有一个叫先方活命饮，它的里面都是解毒活血。感觉这名称很厉害哈。对对对对，先帮活命饮。对。目前来说有什么治疗的方法？外科手术和化疗是最常用的方法。很多时候它已经转移了，所以卵巢、子宫、输卵管全切掉，腹膜也切除。那下来其他沾染到这个癌细胞的部位呢，除不掉的剩下的一些瘤形成的结节，最好直径不要超过1公分。OK，有些时候发现的时候，因为很严重，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以外科手术切除，就先做化疗，把肿瘤缩小了过后再切除。有些病人呢还会服一些靶向药物，延长这个缓解期，叫做olaparib、niraparib， 尤其是那些 BRCA 呈阳性的那些病人更适合使用。不过刚才以上我谈到的就是表皮细胞性癌了，还有一种就是生殖细胞癌变。对，胚细胞瘤呢，它对尤其是铂类的化疗药物特敏感，所以就算是第4分期已经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，也有完全根治的可能性。所以他们不需要手术切除，还是手术切除。不过过后化疗，就算已经转移的相当严重，治愈的概率还是相当高。OK。那可不可以用那个免疫的治疗方法呢？到目前临床实验的成绩并不理想，少数的这些卵巢癌病例适合用免疫治疗法。OK， 不过刚刚提到的一些方法还是以手术跟辅助化疗啦。那成效如果说当然提早发现的话，这个几率都蛮高的哈。OK， 好，那中医方面有什么一个治疗的方法？中医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扶正祛邪。是。祛邪就是活血化瘀和清热解毒这2个方面。活血化瘀的原理就是通过活血化瘀的药，就是破坏那个肿瘤赖以生存那个血管的，它从肿瘤的旁边爬出来，就会容易转移跑掉。这个活血化瘀就会切断这些血管。另外呢，就是清热解毒的中药，可以杀死癌细胞，也可以抑制这个肿瘤细胞的那个繁殖。是。我们在临床常用的呢，就是大黄蛰虫丸，还有一个叫先方活命饮，它的里面都是解毒活血。感觉这名称很厉害哈。对对对，先帮活命饮。对，是这样。但是呢，这些药就是有一定的副作用，一定要在这个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下用。另外我们讲到这个扶正的一面，扶正的一面就是通过补气血的，就大家知道的北芪啊、党参啊、灵芝这些东西，这些呢它主要是提高免疫系，比如杀伤细胞。特别是白血球啊、那个淋巴血球啊这些 T 细胞，这些细胞如果增强了以后，它可以直接那个攻击癌细胞。另外一个呢，其在化疗的期间，中医有一组方药可以保护脊髓，因为在化疗的时候呢，它会使这个骨髓出现抑制。是。骨髓是造血的一个器官嘛。对。所以你白血球就会下降，红血球下血瓣会下降，有时不得不终止治疗。那这时呢，你用中药呢，就会可以让病人顺利的完成。我们有生白汤，就生白血球的汤，和生红血球的汤。还有一个就是在化疗期间一定会引起这个胃口下降、食欲不振。对，所以中药可以通过健脾化湿、开胃，使病人的那个食欲增加。你的体力上来就可以完成化疗。所以呢，中西结合，这样会给病人带来很大的益处。没错哈。那说到这个中药，当然呢，我们也都会聊到食疗这块。那今天仲医师有没有什么食疗可以介绍？可以啊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桂枝茯苓赤小豆汤。哎呀，来试一下吧，来。用的食材有哪一些？食材就是赤小豆，这有清热利湿的作用；当归补血，牡丹皮有活血的作用；茯苓健脾化湿，白芍可以养血疏肝；
桂枝大家知道肉桂吧？肉桂是桂树的皮，这个就是桂树的嫩枝，采下来以后晾干以后就变成这个好香哦，肉桂了，所以它有肉桂的味道。蛮香的嘞。好香哦，哇，那它的这个煮法是怎么样？像煮茶，现在很流行嘛，你家里弄一个小煮茶炉，就给它放进去煮了。当然也可以加一些红枣、枸杞子都可以。哇，感觉很补，那当归的味道很浓郁哦。有点苦涩的味道哦。哇，对对，苦涩是吃小豆和那个牡丹皮的味道。是。哎，淑芳姐呢？我感觉很补啊，对啊想要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体质的人是不适合喝的？哦，这个药方是中规中矩的，不会过于滋补了，都还可以。 OK，这个茶适合男生喝吗？适合男性。如果在喝这个的时候，他得到2个益处，就是说，当你每天工作很繁忙，你肝火上。肾阴不足的时候，或者阴阳平衡的不平衡，喝这个也无妨可以啊。对 OK，但是这个汤确实是给女性啊准备的。女性比较适合。中医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你体内有真假、有淤血、有包块，那你面部或身体一定有褐斑或黑斑，所以你喝这个汤呢，内外兼治，就可以预防这些所谓的这个真假啦，也可以有祛斑美容的作用啊。那这个是可以每天喝的吗？可以，因为这是茶饮，我们的用量会是治疗量的1/3。OK 所以你短期内，比如你有痛经，或者有子宫肌瘤，有一些包块的一些，又有黑斑、褐斑或者粉刺啊，你可以喝这个。好，那谢谢中医师的介绍哈，这个食疗方好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聊这么多呢，我们就发现这个卵巢癌呢，虽然没办法及早诊断了哈，但是呢，这个女性朋友们一定要了解一下身体发出的一些警讯。那如果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呢，就要及早就医哈。没错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也得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就是如果身边有女性朋友，她的腹部呢长期不适，是那看了那个肠胃科也没有进展的话，一定要去看妇产科。没错哦，不管多忙啊，健康永远摆在第一位啊。没错，在这里谢谢我们的中医师，谢谢医生，谢谢两位，谢谢淑芳姐，还有粉英姐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好，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，下星期见，拜拜。